以斯拉記第一章。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華為要應驗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就激動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詔通告全國說：波斯王古列如此說，耶和華天上的神已將天下萬國賜給我，又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造殿宇。在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猶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華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願神與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無論寄居何處，那地的人要用金銀財物牲畜幫助他。另外，也要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獻上禮物。於是猶大和便雅憫的族長、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動他心的人，都起來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華的殿。他們四圍的人就拿銀器、金子、財物、牲畜、珍寶幫助他們。原文作堅固他們的手。另外還有甘心獻的禮物。古列王也將耶和華殿的器皿拿出來，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掠來，放在自己神之廟中的。波斯王古列派副官米提利達將這器皿拿出來，按數交給猶大的首領設巴薩。器皿的數目記在下面：金盤30個，銀盤1000個，刀29把，金碗30個，銀碗之次的410個，別樣的器皿1000件，金銀器皿共有5400件。被擄的人從巴比倫上耶路撒冷的時候，設巴薩將這一切都帶上來。以斯拉記第二章。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從前擄到巴比倫之猶大省的人，現在他們的子孫從被擄到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猶大，各歸本城。他們是同着所羅巴伯、耶書亞、尼希米、西萊雅、利萊雅、末底改、必山、米斯拔、比革雅伊、利宏、巴拿回來的。以色列人民的數目記在下面：巴錄的子孫2172名，示法提雅的子孫372名，亞拉的子孫775名，巴哈摩押的後裔就是耶書亞和約押的子孫2812名，以蘭的子孫1254名，撒土的子孫945名，撒改的子孫760名，巴尼的子孫642名，比拜的子孫623名，押甲的子孫1222名，亞多尼岡的子孫666名，比革雅伊的子孫2056名，亞丁的子孫454名，亞特的後裔就是希西家的子孫98名，比賽的子孫323名，約拉的子孫112名，哈順的子孫223名，吉巴爾人95名，伯利恆人123名，尼陀法人56名，阿拿特人128名，阿斯馬弗人42名，基列耶林人、基菲拉人、比錄人共743名，拉瑪人、加巴人共621名，麥馬人122名，伯特利人、艾人共223名，尼波人52名，末必人156名，別的以蘭子孫1254名，
哈林的子孫320名，羅德人、哈弟人、阿羅人共725名，耶利哥人345名，西拿人3630名，祭司耶書亞家耶大雅的子孫973名，音麥的子孫1052名，巴斯戶爾的子孫1247名，哈林的子孫1017名，利未人何達威雅的後裔，就是耶書亞和革滅的子孫74名，歌唱的亞薩的子孫128名，守門的沙龍的子孫，亞特的子孫，達門的子孫，亞谷的子孫，哈底大的子孫，索拜的子孫，共139名。尼提寧就是電役西哈的子孫，哈蘇巴的子孫，達巴俄的子孫，基錄的子孫，西亞的子孫，巴頓的子孫，利巴拿的子孫，哈加巴的子孫，亞谷的子孫，哈甲的子孫，撒買的子孫，哈蘭的子孫，吉德的子孫，加哈的子孫，利亞雅的子孫，利順的子孫，尼哥大的子孫，加散的子孫，烏撒的子孫，巴西亞的子孫，比賽的子孫，押拿的子孫，米烏靈的子孫，尼普森的子孫，巴卜的子孫，哈古巴的子孫，哈弗的子孫，巴洗律的子孫，米希大的子孫，哈沙的子孫，巴柯的子孫，西西拉的子孫，達馬的子孫，尼細亞的子孫，哈提法的子孫。所羅門僕人的後裔，就是所泰的子孫，所斐列的子孫，比路大的子孫，雅拉的子孫，達昆的子孫，吉德的子孫，示法提雅的子孫，哈替的子孫，波克列哈斯巴音的子孫，阿米的子孫，尼提寧和所羅門僕人的後裔共392名。從特米拉、特哈撒、基錄、亞但、音麥上來的，不能指明他們的宗族譜系，是以色列人不是。他們是蒂萊雅的子孫，多比雅的子孫，尼哥大的子孫，共652名。祭司中哈巴雅的子孫，哈哥斯的子孫，巴西萊的子孫，因為他們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萊的女兒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萊。這三家的人在族譜之中尋查自己的譜系，卻尋不着，因此算為不潔，不准供祭司的職任。省長對他們說，不可吃至聖的物，直到有用烏靈和土明決疑的祭司興起來。會中共有42360名。此外，還有他們的僕婢7337名，又有歌唱的男女200名。他們有馬736匹，騾子245匹，駱駝435隻，驢6720匹。有些族長到了耶路撒冷耶和華殿的地方，便為神的殿甘心獻上禮物，要重新建造。他們量力捐入工程庫的金子61000達利克，銀子5000利拿，並祭司的禮服100件。於是祭司利未人、民中的一些人、歌唱的、守門的、尼提寧，並以色列眾人，各住在自己的城裏。以斯拉記第3章。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時他們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約撒達的兒子耶書亞和他的弟兄眾祭司，
並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與他的弟兄都起來建築以色列神的壇，要照神人摩西律法書上所寫的，在壇上獻燔祭。他們在原有的根基上築壇，因懼怕鄰國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華早晚獻燔祭，又照律法書上所寫的，守住棚節，按數照例獻每日所當獻的燔祭。其後獻常獻的燔祭，並在月朔與耶和華的一切聖節獻祭，又向耶和華獻各人的甘心祭。從7月初1日起，他們就向耶和華獻燔祭，但耶和華殿的根基尚未立定。他們又將銀子給石匠、木匠，把糧食、酒、油給西頓人、推羅人，使他們將香柏樹從利巴嫩運到海裏，浮海運到約帕，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允准的。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2年2月，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約撒達的兒子耶書亞和其餘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並一切被擄歸回耶路撒冷的人，都興工建造，又派利未人從20歲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華殿的工作。於是猶大在2章40節作何特威雅的後裔，就是耶書亞和他的子孫與弟兄，革滅和他的子孫，利未人希拿達的子孫與弟兄，都一同起來督理那在神殿作工的人。像人立耶和華殿根基的時候，祭司皆穿禮服吹號，亞薩的子孫利未人敲鈸，照以色列王大衛所定的例，都站着讚美耶和華。他們彼此唱和，讚美稱謝耶和華，說：他本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發慈愛。他們讚美耶和華的時候，眾民大聲呼喊，因耶和華殿的根基已經立定。然而有許多祭司、利未人、族長，就是見過舊殿的老年人，現在親眼看見立這殿的根基，便大聲哭號，也有許多人大聲歡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歡呼的聲音和哭號的聲音，因為眾人大聲呼喊，聲音聽到遠處。以斯拉記第4章。猶大和便雅憫的敵人聽說，被擄歸回的人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見所羅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長，對他們說：請容我們與你們一同建造，因為我們尋求你們的神與你們一樣。自從亞述王以撒哈頓帶我們上這地以來，我們常祭祀神。但所羅巴伯、耶書亞和其餘以色列的族長對他們說：我們建造神的殿與你們無干，我們自己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協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地的民就在猶大人建造的時候，使他們的手發軟，擾亂他們。從波斯王古列年間，直到波斯王大利烏登基的時候，賄買謀士，要敗壞他們的謀算。在亞哈隨魯才登基的時候，上本控告猶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亞達薛西年間，比斯蘭、米特利達、他別和他們的同黨，上本奏告波斯王亞達薛西。本章是用亞蘭文字、亞蘭方言。省長利宏、書記新瑞要控告耶路撒冷人，也上本奏告亞達薛西王。省長利宏、書記新瑞和同黨的底拿人、亞法薩提加人、他皮拉人、亞法薩人、
亞基衛人、巴比倫人、書珊迦人、底害人、以蘭人和尊大的亞斯那巴所遷移安置在撒瑪利亞城，並大河西一帶地方的人等。上奏亞達薛西王說：河西的臣民云云，王該知道，從王那裏上到我們這裏的猶大人，已經到耶路撒冷重建這反叛惡劣的城，築立根基，建造城牆。如今王該知道，他們若建造這城，城牆完畢，就不再與王進貢、交貨、納稅，終久王必受虧損。我們既食御鹽，不忍見王吃虧，因此奏告於王，請王考察先王的實錄，必在其上查知這城是反叛的城，與列王和各省有害。自古以來，其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這城曾被拆毀。我們謹奏王知，這城若再建造，城牆完畢，河西之地王就無分了。那時王諭覆省長利宏、書記伸帥和他們的同黨，就是住撒瑪利亞並河西一帶地方的人，說：願你們平安，云云。你們所上的本已經明讀在我面前，我已命人考察，得知此城古來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從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統管河西全地，人就給他們進貢、交貨、納稅。現在你們要出告示，命這些人停工，使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你們當謹慎，不可遲延。為何容害加重，使王受虧損呢？亞達薛西王的上諭讀在利宏和書記伸帥並他們的同黨面前，他們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見猶大人，用勢力強迫他們停工。於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利烏第2年。以斯拉記第5章。那時先知哈該和以多的孫子撒迦利亞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猶大和耶路撒冷的猶大人說勸勉的話。於是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約撒達的兒子耶書亞都起來動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裏幫助他們。當時河西的總督達乃和示他波斯乃並他們的同黨來問說：誰降旨讓你們建造這殿、修成這牆呢？我們便告訴他們建造這殿的人叫什麼名字。神的眼目看顧猶大的長老以至總督等，沒有叫他們停工，直到這事奏告大利烏，得着他的回諭。河西的總督達乃和示他波斯乃並他們的同黨，就是住河西的亞法撒家人，上本奏告大利烏王。本上寫着說：願大利烏王諸事平安。王該知道，我們往猶大省去，到了至大神的殿，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插入牆內，工作甚速，他們手下亨通。我們就問那些長老說：誰降旨讓你們建造這殿、修成這牆呢？又問他們的名字，要記錄他們首領的名字，奏告於王。他們回答說：我們是天地之神的僕人，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只因我們列祖惹天上的神發怒，神把他們交在加勒底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毀這殿，又將百姓擄到巴比倫。然而巴比倫王古列元年，
他降旨允准建造神的這殿。神殿中的金銀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去帶到巴比倫廟裏的。古列王從巴比倫廟裏取出來，交給派為省長的，名叫設巴撒，對他說：可以將這些器皿帶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處建造神的殿。於是這設巴撒來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這殿從那時直到如今尚未造成。現在王若以為美，請察巴比倫王的府庫，看古列王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沒有？王的心意如何？請降旨曉諭我們。以斯拉記第6章。於是大利烏王降旨，要尋察典籍庫內，就是在巴比倫藏寶物之處，在馬代省阿馬他城的宮內尋得一卷，其中記着說：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論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這殿為獻祭之處，建立殿的根基。殿高60肘，寬60肘，用3層大石頭，1層新木頭，經費要出於王庫，並且神殿的金銀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倫的，要歸還帶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處放在神的殿裏。現在河西的總督達乃和示他波斯乃，並你們的同黨，就是住河西的亞法撒家人，你們當遠離他們，不要攔阻神殿的工作。任憑猶大人的省長和猶大人的長老在原處建造神的這殿。我又降旨吩咐你們向猶大人的長老，為建造神的殿當怎樣行，就是從河西的款項中急速撥取貢銀作他們的經費，免得耽誤工作。他們與天上的神獻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犢、公綿羊、綿羊羔，並所用的麥子、鹽、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話，每日供給他們，不得有誤。好叫他們獻馨香的祭給天上的神，又為王和王眾子的壽命祈禱。我再降旨，無論誰更改這命令，必從他房屋中拆出1斤糧來，把他舉起，懸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為糞堆。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這命令，拆毀這殿，願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為他名居所的神，將他們滅絕。我大利烏降這旨意，當速速遵行。於是河西總督達乃和示他波斯乃，並他們的同黨，因大利烏王所發的命令，就急速遵行。猶大長老因先知哈該和異多的孫子撒迦利亞所說勸勉的話，就建造這殿，凡事亨通。他們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利烏、亞達薛西的旨意，建造完畢。大利烏王第6年亞達月初3日，這殿修成了。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並其餘被擄歸回的人，都歡歡喜喜的行奉獻神殿的禮。行奉獻神殿的禮，就獻公牛100隻，公綿羊200隻，綿羊羔400隻，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數目，獻公山羊12隻，為以色列眾人作贖罪祭。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摩西律法書上所寫的。正月14日，被擄歸回的人守逾越節，
原來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潔，無一人不潔淨。利未人為被擄歸回的眾人和他們的弟兄眾祭司，並為自己宰逾越節的羊羔。從擄到之地歸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穢歸附他們，要尋求耶和華以色列神的人，都吃這羊羔，歡歡喜喜的守除酵節7日，因為耶和華使他們歡喜，又使亞述王的心轉向他們，堅固他們的手，作以色列神殿的工程。以斯拉記第7章。這事以後，波斯王亞達薛西年間，有個以斯拉，他是西萊雅的兒子，西萊雅是亞撒利雅的兒子，亞撒利雅是希勒家的兒子，希勒家是沙龍的兒子，沙龍是撒督的兒子，撒督是亞希突的兒子，亞希突是亞瑪利雅的兒子，亞瑪利雅是亞撒利雅的兒子，亞撒利雅是米拉約的兒子，米拉約是西拉希雅的兒子，西拉希雅是烏西的兒子，烏西是布基的兒子，布基是亞比書的兒子，亞比書是非尼哈的兒子，非尼哈是以利亞撒的兒子，以利亞撒是大祭司亞倫的兒子。這以斯拉從巴比倫上來，他是敏捷的文士，通達耶和華以色列神所賜摩西的律法書。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華他神的手幫助他。亞達薛西王第7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門的、尼提寧有上耶路撒冷的。王第7年5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1日，他從巴比倫起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幫助他。5月初1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又將律例典章教訓以色列人。祭司以斯拉是通達耶和華誡命和賜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亞達薛西王賜給他諭旨，上面寫着說：諸王之王亞達薛西，達於祭司以斯拉通達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云云。住在我國中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我降旨准他們與你同去。王與7個謀士既然差你去，照你手中神的律法書，察問猶大和耶路撒冷的境況。又帶金銀，就是王和謀士甘心獻給住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並帶你在巴比倫全省所得的金銀和百姓，祭司樂意獻給耶路撒冷他們神殿的禮物。所以你當用這金銀急速買公牛、公綿羊、綿羊羔和同獻的素祭、奠祭之物，獻在耶路撒冷你們神殿的壇上。剩下的金銀，你和你的弟兄看着怎樣好就怎樣用，總要遵着你們神的旨意。所交給你神殿中使用的器皿，你要交在耶路撒冷神面前。你神殿裏若再有需用的經費，你可以從王的府庫裏支取。我亞達薛西王又降旨與河西的一切副官說：通達天上神律法的文士祭司以斯拉，無論向你們要什麼，你們要速速的備辦，就是銀子直到100他連得，麥子100柯爾，酒100罷特，油100罷特，鹽不計其數，也要給他。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
當為天上神的殿詳細辦理。為何使憤怒臨到王和王眾子的國呢？我又曉諭你們，至於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門的和尼提寧，並在神殿當差的人，不可叫他們進貢、交貨、納稅。以斯拉啊，要照着你神賜你的智慧，將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為士師、審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們教訓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當速速定他的罪，或治死，或充軍，或抄家，或囚禁。以斯拉說：耶和華我們列祖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因他使王起這心意，修飾耶路撒冷耶和華的殿，又在王和謀士並大能的軍長面前施恩與我。因耶和華我神的手幫助我，我就得以堅強，從以色列中招聚首領與我一同上來。以斯拉記第8章。當亞達薛西王年間，同我從巴比倫上來的人，他們的族長和他們的家譜記在下面：屬非尼哈的子孫有革順，屬以他瑪的子孫有但以理，屬大衛的子孫有哈特，屬巴錄的後裔就是士加尼的子孫有撒加利亞，同着他按家譜計算，男丁150人。屬巴哈摩亞的子孫有西拉希雅的兒子以利約乃，同着他有男丁200。屬士加尼的子孫有亞哈色的兒子，同着他有男丁300。屬亞丁的子孫有約拿單的兒子以別，同着他有男丁50。屬以蘭的子孫有亞他利雅的兒子耶西亞，同着他有男丁70。屬示法提雅的子孫有米迦勒的兒子西巴第雅，同着他有男丁80。屬約押的子孫有耶歇的兒子俄巴底亞，同着他有男丁218。屬示羅密的子孫有約細斐的兒子，同着他有男丁160。屬比拜的子孫有比拜的兒子撒加利亞，同着他有男丁28。屬押甲的子孫有哈加坦的兒子約哈蘭，同着他有男丁110。屬亞多尼岡的子孫就是末尾的，他們的名字是以利法列、耶利、示瑪雅，同着他們有男丁60。屬比格雅伊的子孫有烏太和撒布，同着他們有男丁70。我招聚這些人在流入亞哈雅的河邊，我們在那裏住了3日。我查看百姓和祭司，見沒有利未人在那裏，就叫首領以利以謝、亞列、示瑪雅、以利拿單、雅立、以利拿單、拿單、撒加利亞、米舒蘭，又召校雜約雅立和以利拿單。我打發他們往加西斐亞地方去，見那裏的首領以多，又告訴他們當向以多和他的弟兄尼提寧說什麼話，叫他們為我們神的殿帶使用的人來，蒙我們神施恩的手幫助我們。他們在以色列的曾孫、利未的孫子、抹利的後裔中帶一個通達人來，還有示利比和他的眾子與弟兄，共18人。又有哈沙比雅，同着他有米拉利的子孫耶西亞，並他的眾子和弟兄，共20人。從前大衛和眾首領派尼提寧服侍利未人，現在從這尼提寧中
也帶了220人來，都是按名指定的。那時我在亞哈雅河邊宣告禁食，為要在我們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們和婦人孩子並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撥步兵馬兵，幫助我們抵擋路上的仇敵。本以為羞恥，因我曾對王說，我們神施恩的手必幫助一切尋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憤怒必攻擊一切離棄他的。所以我們禁食祈求我們的神，他就應允了我們。我分派祭司長12人，就是士利比、哈沙比亞和他們的弟兄10人，將王和謀士、軍長並在那裏的以色列眾人為我們神殿所獻的金銀和器皿都稱了，交給他們。我稱了交在他們手中的銀子有650他連得，銀器重100他連得，金子100他連得，金碗20個，重1000達利克，上等光銅的器皿2個，寶貴如金。我對他們說：你們歸耶和華為聖，器皿也為聖。金銀是甘心獻給耶和華你們列祖之神的。你們當警醒看守，直到你們在耶路撒冷耶和華殿的庫內，在祭司長和利未族長並以色列的各族長面前過了秤。於是祭司利未人按着分量接受金銀和器皿，要帶到耶路撒冷我們神的殿裏。正月12日，我們從亞哈雅河邊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我們神的手保佑我們，救我們脫離仇敵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我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裏住了3日。第4日，在我們神的殿裏，把金銀和器皿都稱了，交在祭司烏利亞的兒子米利末的手中。同着他有非尼哈的兒子以利亞撒，還有利未人耶書亞的兒子約撒拔和賓內的兒子羅亞底。當時都點了數目，按着分量寫在冊上。從擄到之地歸回的人，向以色列的神獻燔祭，就是為以色列眾人獻公牛12隻，公綿羊96隻，綿羊羔77隻，又獻公山羊12隻作贖罪祭，這都是向耶和華焚獻的。他們將王的諭旨交給王所派的總督與河西的省長，他們就幫助百姓，又供給神殿裏所需用的。以斯拉記第9章。這事作完了，眾首領來見我說：以色列民和祭司並利未人沒有離絕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亞門人、摩押人、埃及人、亞摩利人，仍效法這些國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們為自己和兒子娶了這些外邦女子為妻，以致聖潔的種類和這些國的民混雜，而且首領和官長在這事上為罪魁。我一聽見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頭髮和鬍鬚，驚懼憂悶而坐。凡為以色列神言語戰兢的，都因這被擄歸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這裏來。我就驚懼憂悶而坐，直到獻晚祭的時候。獻晚祭的時候，我起來，心中受苦，穿着撕裂的衣袍，雙膝跪下，向耶和華我的神舉手，說：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為我們的罪孽滅頂，
我們的罪惡滔天，從我們列祖直到今日，我們的罪惡甚重，因我們的罪孽，我們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殺害、擄掠、搶奪，臉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現在耶和華我們的神暫且施恩與我們，給我們留些逃脫的人，使我們安穩，如釘子釘在他的聖所。我們的神好光照我們的眼目，使我們在受轄制之中稍微復興。我們是奴僕，然而在受轄制之中，我們的神仍沒有丟棄我們，在波斯王眼前向我們施恩，叫我們復興，能重建我們神的殿，修其毀壞之處，使我們在猶大和耶路撒冷有牆垣。我們的神啊，既是如此，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因為我們已經離棄你的命令，就是你藉你僕人眾先知所吩咐的，說你們要去得為業之地是污穢之地，因列國之民的污穢和可憎的事，叫全地從這邊直到那邊滿了污穢，所以不可將你們的女兒嫁他們的兒子，也不可為你們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永不可求他們的平安和他們的利益，這樣你們就可以強盛，吃這地的美物，並遺留這地給你們的子孫永遠為業。神啊，我們因自己的惡行和大罪遭遇了這一切的事，並且你刑罰我們輕於我們罪所當得的，又給我們留下這些人，我們豈可再違背你的命令，與這行可憎之事的民結親呢？若這樣行，你豈不向我們發怒，將我們滅絕，以致沒有一個剩下逃脫的人麼？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義的，我們這剩下的人才得逃脫，正如今日的光景。看啊，我們在你面前有罪惡，因此無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以斯拉記第10章。以斯拉禱告、認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時候，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裏，成了大會，眾民無不痛哭。屬以蘭的子孫耶歇的兒子示迦尼對以斯拉說：我們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為妻，干犯了我們的神。然而以色列人還有指望，現在當與我們的神立約，休這一切的妻，離絕他們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戰經之人所議定的，按律法而行。你起來，這是你當辦的事，我們必幫助你，你當奮勉而行。以斯拉便起來，使祭司長和利未人並以色列眾人起誓，說必照這話去行。他們就起了誓。以斯拉從神殿前起來，進入以利亞實的兒子約哈難的屋裏，到了那裏不吃飯，也不喝水，因為被擄歸回之人所犯的罪，心裏悲傷。他們通告猶大和耶路撒冷被擄歸回的人，叫他們在耶路撒冷聚集，凡不遵首領和長老所議定3日之內不來的，就必抄他的家，使他離開被擄歸回之人的會。於是猶大和便雅憫眾人3日之內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日正是9月20日，眾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寬闊處，因這事又因下大雨，就都戰兢。祭司以斯拉站起來對他們說：你們有罪了，因你們娶了外邦的女子為妻，
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惡。現在當向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認罪，遵行他的旨意，離絕這些國的民和外邦的女子。會眾都大聲回答說：我們必照着你的話行。只是百姓眾多，又逢大雨的時令，我們不能站在外頭。這也不是一兩天辦完的事，因我們在這事上犯了大罪。不如為全會眾派首領辦理，凡我們城邑中娶外邦女子為妻的，當按所定的日期，同着本城的長老和士師而來，直到辦完這事，神的烈怒就轉離我們了。唯有亞撒黑的兒子約拿單、特雅的兒子亞哈謝阻擋或作總辦這事，並有米書蘭和利未人沙比泰幫助他們。被擄歸回的人如此而行。祭司以斯拉和些族長按着宗族都指明建派，在10月初1日一同在座查辦這事。到正月初1日才查清娶外邦女子的人數。在祭司中查出娶外邦女子為妻的，就是耶書亞的子孫約撒達的兒子和他弟兄馬西雅、以利以謝、雅立、基大利。他們便應許必休他們的妻。他們因有罪，就獻群中的一隻公綿羊贖罪。音麥的子孫中有哈拿尼、西巴第雅；哈林的子孫中有馬西雅、以利雅、士瑪雅、耶歇、烏西雅；巴斯戶爾的子孫中有以利約乃、馬西雅、以實瑪利、拿坦業、約撒拔、以利亞撒。利未人中有約撒拔、示每、基拉雅，基拉雅就是基利他，還有皮他希雅、猶大、以利以謝。歌唱的人中有以利亞實，守門的人中有沙龍、提聯、烏利。以色列人巴錄的子孫中有拉米、耶西雅、瑪基雅、米雅文、以利亞撒、瑪基雅、比拿雅。以蘭的子孫中有馬他尼、撒加利亞、耶歇、押底、耶利末、以利雅。撒土的子孫中有以利約乃、以利亞實、馬他尼、耶利末、撒拔、亞西撒。比拜的子孫中有約哈蘭、哈拿尼雅、撒拜、亞勒。巴尼的子孫中有米書蘭、馬錄、亞大雅、雅述、士押、耶利末。巴哈摩押的子孫中有亞底拿、基拉、比拿雅、馬西雅、馬他尼、比撒列、賓內、馬拿西。哈林的子孫中有以利以謝、伊士雅、瑪基雅、士瑪雅、西緬、便雅憫、馬錄、士瑪利雅。哈順的子孫中有馬特乃、馬達他、撒拔、以利法列、耶利買、馬拿西、示每。巴尼的子孫中有馬代、暗蘭、烏益、比拿雅、比底雅、基錄、雅尼雅、米利末、以利亞實、馬他尼、馬特乃、雅素、巴尼、賓內、示每、示利米雅、拿單、亞大雅、馬拿底拜、沙塞、沙賴、亞撒利、示利米雅、示瑪利雅、沙龍、亞瑪利雅、約瑟。尼波的子孫中有耶利、馬他提雅、撒拔、西比拿、雅代、約爾、比拿雅。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為妻，其中也有生了兒女的。